父亲葬礼当天，他最信任的3个老师傅却将我堵在后厨门口，嘴里说着为我好，可他们伸出来的手却指向我掌心里的钥匙。沈念，20多万就分我们几百块，你是打发叫花子啊？为了赶这5000盒月饼，哥几个连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不合规矩吧？这是我父亲生前接下的单子，公家已经给你们按平时的3倍算了。孙师傅，你所谓的规矩是什么？把这字儿签了，分我们哥仨70%股份。这烂摊子我们替你扛，你安安分分拿着剩下的钱找个人嫁了，每年拿点干股分红，多好。距离交货只剩10个小时，你们3个在这个节骨眼停工，就是算准了我一个的小女孩，离了你们这群老功臣就得死，对吧？话别说那么难听嘛，大侄女，店里所有秘制馅料料的配方全在咱们哥几个的脑子里，没我们你拿什么去交货？还有这3台老炉子，除了我谁来烤是一炉黑炭？做点心靠的是30年的真本事，皮馅儿炉，我们3个就是这店的命脉，不签，哼，你今晚连一片片酥皮都捏不出来。念念，要不您就签了吧，那可是10万块的违约金啊！他们要是真走了，咱们这招牌就彻底砸了呀！沈念，你疯了！你要拉着你爹留下的100年招牌一起死！这是双倍的遣散费，拿着钱，带着你们的狗屁技术，马上给我滚出去！好一个不知死活的黄毛丫头！我倒要看看，今晚你和这几个只会洗碗的村姑拿什么填着窟窿？明天跪下求我们也没用。我们走。完了，全完了！念念你糊涂啊！咱们这群女的连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都分不清，手劲儿连面都揉不动，明天拿什么交差呀？老板，咱们是不是该准备关门了？手劲儿、火候、秘方，小梅、翠姐，我早就料到这3个老东西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吃绝户。他们自以为能拿捏住沈家的命脉，却不知道我爸早就看透了他们啊！老厂长早就知道了。我爸最后那3年，拖着病体，也每天盯着他们干活。孙灿版所谓的手抓一把盐，平均重量是精确的3.2克；前条线所谓的凭感觉加糖，是精确的配比47%。老炉上货180度，下火200度，烘烤22分30秒。我爸把感觉全部变成了绝对准确数据，这叫 SOP。今天忘记老家伙们定下的那些玄学，小梅。手稿写25.0克，你就切出25.0克，少0.1克，多0.1克，全部重做。翠姐，按手稿毫升数，一平勺倒进去，再搅拌，不需要任何人看火候。到了180度，就把烤盘推进去，22分30秒一到，立刻出炉。今晚我要教那帮自以为是的老男人，在数据面前，他们30年经验连个屁都不是。全员听令，开工！都愣着干什么？发酵面团只剩15分钟了。所有人立刻洗手，动作快！念念，我真的不行啊！以前孙师傅说我脑子笨，这辈子都摸不到面粉的筋骨。什么叫面粉的筋骨？那都是他为了垄断后厨故意瞎扯。手稿里写的清清楚楚，孙案板凭手感揪出来的面团误差在3克上下，而我今天要你把误差控制在0。看着这块液晶屏幕，配方标准是单个月饼面皮25.0克。开始。多了，重来。少了，重来。念念，我找不准那个量啊！你不需要找手感，多了就切掉一点，少了就补上一点，直到屏幕上出现绝的25.0，给我切。对，就是这个数字，放进旁边的模具里，继续。老天爷，真切准了！别光顾着看它，翠姐，该你了。念念，我不行，钱师傅那是祖传的秘方配比，他每次调馅连门都要反锁。什么秘方？不过就是他仗着自己是老师傅，故意不给你们说。看到勺子上的刻度了吗？满平勺就是绝对的15.0克。把勺子插进豆沙桶里，挖出来，拿这把刮刀沿着勺子口狠狠刮平，多出来的1毫米都不要。把它倒进面皮中央，用你平时在家里捏包子的手法把口封死，放进压花模具里，用力按到底。我做出来了。翠姐，记住这种感觉，继续包，把这500个烤盘全部给我填满。念念，这一步我真不敢。这3台老炉子里面受热不均，全靠赵师傅那双火眼金睛。要是火候看错了，这500个月饼就全成焦炭了呀！这可是大几千块钱的料啊！火眼金睛，他真以为自己是孙悟空。张婶儿，按开关，打在炉心位置，告诉我屏幕上现在是多少度？100
65度，不够，上火180度，下火200度，加火，继续测。175、178、180度，到了，下火也到200度了，就是现在，进炉。22分30秒，1秒都不能多，1秒都不能少，倒计时开始。好香啊！可是会不会表面已经糊了呀？以前赵师傅中间都要拉出来看3次的。不许开门，相信数据。10、9、8、2、1，时间到，开炉！成了，念念，我们成了，没有焦，没有糊。老天爷呀！原来只要给我个准数，我也能当大师傅啊！哭什么？把眼泪给我擦干，这只是第一炉，剩余4500个。记住你们现在的能力，你们是我审计第1条标准化流有线缔造者。老孙老钱，我敢打包票，那个不知死活的黄毛丫头已经把那一炉子月饼全烤成黑炭了。没有我的配方，就算没烤糊，那也是一堆死面疙瘩。他沈念今晚要是能做出一块能吃的月饼，我钱都倒过来写。让他折腾，他折腾的越惨，明天死的就越难看。我要亲眼看着沈念那个臭丫头跪在地上哭着求咱们，把这100年老店的招牌当破烂一样贱卖给咱们哥仨。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9个小时，4500个，这意味着中途不能休息，不能走神，甚至和上厕所都要跑着去。你们能不能做到？念念，以前孙师傅他们在的时候，最多也就赶2000个出来，咱们几个一晚上干4500个，这能行吗？那是因为他把1半的时间都浪费在找手感和抽烟吹牛上了。各就各位，立刻开动！小梅，屏幕上写着25.2克，谁让你把它放过去的？念念，就多了0.2克。孙师傅以前说差不多就行了，面团烤出来会缩水的。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把孙师傅的狗屁规矩从脑子里给我抠出去。错0.1克，它就是个残次品，给我扔了重切。翠姐，你拔枪的速度太慢了，枪口为什么会沾上豆沙？你只需要稳住手腕，直上直下，动作要干脆。看到没有？听见机械搅和的咔嗒声，立刻收枪。下一个。知道了，念念，直上直下，听声收枪。打偏了，必须打在炉心红砖上。念念，过，注线完毕。送压花膜，180度到了，进炉，倒计时22分30秒，开始。念念，原来我不比他们差，我切的比机器还准。快，把最后500个面团推过来，不能让那3个老王八蛋看咱们的笑话，咱们要拿月饼砸烂他们的脸。最后一炉，进炉。出炉，装盒封箱。小梅、翠姐、张手，今天是你们救了沈记，从今天起，你们是我沈念的功臣。沈念，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了，痛，快把门打开！王主任，您看，我就说这小丫头片子不行吧？她昨天夜里居然把我们3个老骨干给开了，这不纯属自寻死路吗？大侄女，认命吧，赶紧把股权签切了，这烂摊子输替你接着。哎，敬酒不吃吃罚酒。王主任，我看他是想赖账跑路，咱们直接砸门。哎呦，好正的奶香味儿！孙案板，你的脚抬那么高，是想给我这5000盒月饼当迎宾吗？这不可能，绝对是障眼法，里面装的肯定是空盒子，就是烤出来的绝世黑炭。王主任千万别被他骗了。沈老板，
交货期到了，数量要对，质量要高。如果有一盒是不合格的残次品，咱们这合同可就得按违约走了。王主任，5000盒全在这里，您可以随意抽检，只要找出一个不合格的，违约金10万，我沈念当场转账。好，这可是你说的，老子今天非揪出你的狐狸尾巴！这颜色，不可能啊！你们怎么可能烤的每一面都一样黄？恒定的热辐射在封闭空间里形成的对流，比你那双眼睛要精确10000倍。重量绝对不对，没有老子30年的手感，这皮和馅的比例肯定全乱了。上秤，我要上秤！50克，全都是50克，这怎么可能？孙师傅，这叫数据。我们是不懂手感，但我们认字。好看有什么用？重量对有什么用？做点心，味道才是灵魂。你们调出来的馅儿绝对死甜发酸。王主任，您尝尝这玩意儿绝对不能给工人吃。绝了！沈老板，这味道绝了，甜而不腻，红豆的清香和咸蛋黄的油脂结合的完美无瑕。老钱啊，不是我说你，去年中秋你负责调的馅儿，一盒里头有的甜的齁行子，有的淡的没味儿，哪像今天这批这味道，这水平简直比去年高出了整整1个档次。这不可能，我的配方是绝蜜。你的绝蜜就是永远凭心情加糖，心情好就多加1两，心情差就少放1勺。我爸记录了你3年的用料耗损，加上绝对标准的配比，味道永远不可能出错。各位街坊，他们以为把持了所谓的秘方和手感，就能掐住我的脖子，逼我交出股权。但我今天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他们那些引以为傲的30年经验，连个屁都不是。沈老板，有魄力，尾款7万块，今天下午准时打进你审计的账户。多谢王主任。门在那边，滚的时候别挡着我出货的车。老孙，这口气咱们就这么咽了？他现在拿到了7万块钱的尾款，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咽下去？我孙某人在老街混了30年，还没人敢踩着我的脸上位。老孙，你的意思是？喂，老刘啊，对，面粉店和鸭蛋批发的几个老兄弟都在你那儿喝茶呢吧？帮哥哥一个忙，给我切断审计点心铺所有的货源。对，连1两高筋粉、1颗神鸭蛋都不许卖给沈念那个臭丫头。明天他还有一批高档蛋黄酥的加急单子，我倒要看看没有了粮草，他那几台破机器能不能给他烤出一炉西北风来。放心吧，孙哥，规矩还是咱们老哥几个说了算。今天我给你们立下审计的第1条新规矩：全员计件，谁手脚快，谁守规矩，谁就拿大头，上不封顶。念念，这计件儿怎么个算法呀？很简单，用数据说话。小梅在。念念，昨晚总计5000个面团，按照新规矩，1个面团提成1美元，500美元加上你的底薪，你赚了500美元。500美元？念念，我以前在店里洗盘子，一天才60美元。这是用绝对的精准度切出来的，这就是你应得。翠姐，到2号工位驻线，你一个人完成了3500个，零失误，零露馅，提成300美元，加底薪400美元，拿钱。老天爷呀，400美元！我这一晚上把俺家妮儿下个月的补习班没费全给挣出来了。张婶，烤炉文控与计时，零失误，500块。李姐，压花定型400。王妹，包装封盒300美元。翠姐，别哭了，念念说的对，只要有念念给，咱们自己就能顶起半边天。说的对，谁敢来砸念念的场子，就是跟我们过不去。念念，以后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但我告诉你们，这只是个开始。明天的任务3000盒高档蛋黄酥，如果我们能吃下这笔单子，你们每个人的提成翻倍。翻倍？还等什么？姐妹们动起来，备战蛋黄酥！念念，咱们今晚就算不睡觉，也把那3000盒蛋黄酥给砸出来。不对劲，按理说我昨晚给供货商老刘打过电话，订好的500斤高筋面粉和3000颗极品红心鸭蛋，早上8点半就该送到了。喂，刘老板，我订的鸭蛋和面粉到哪儿了？我这边等着开工呢。哎呦，沈大老板啊，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对不住了。今天早上这鸭子它集体罢工了，不下蛋了。还有那磨面机，哎呀，好巧不巧，皮带全断了。刘老板，你这是要单方面违约断我的货？违约？你去告我呀！沈念，别以为你会弄了几台破机器就能横着走。沈念，听出你孙叔的声音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不需要手艺人吗？好啊，没有原材料，明天高档蛋黄交不上货，你就守着你那几台破铁柜子哭去吧。念念，断货了，没面粉，没鸭蛋，那咱们
咱们明天拿什么做蛋黄酥啊？那3个老畜生，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呀！好啊，我正愁找不到理由把这条腐朽的供应链给彻底切了。他们以为卡住了几个2道贩子，就能卡住我沈记的脖子？小梅、张婶儿，跟我上货车。念念，咱们不赶紧去隔壁市的批发市场，怎么往乡下开啊？明天的蛋黄酥可是急得火烧眉毛啊！是啊，老板，他们这是联合起来，要生生把咱们掐死啊！小梅、张婶，你们真以为那3个老东西联合老刘断我的货，是在断我的生路吗？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是在帮我把沈记这100年老树上的毒瘤彻底挖干净。断货还是帮咱们？你们知道老刘平时送来的面粉是什么货色吗？那是劣质粉。你们知道那所谓的高档咸鸭蛋进价是多少吗？市场价6毛钱1颗的通货鸭蛋，老刘卖给咱们沈记1块2，中间有整整4毛钱的回扣，全进了私人腰包。天杀的！我说他们怎么死活不让咱们插手进货的事儿，真是吃里扒外啊！这条腐朽供应链，我今天也要把它斩断。孙哥、钱哥、赵哥，事情我都办妥了，全区同行都打了招呼，只要是审计的人去买，1根鸡毛都不卖给他们。老刘干得漂亮，你放心，等咱们哥仨把审计的招牌拿下来，以后的货全从你这里走，量只大不小。哼，一个小丫头片子，真以为能把100年老店撑起来？就是他懂什么是规矩吗？不过孙哥，那丫头性子挺烈，万一她开车去隔壁市调货呢，这不是完蛋了？去隔壁市大酒店订的是高档货，指名道姓要极品老鸭蛋，这种货隔壁根本没有，除了咱们本地村的，他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变不出鸭蛋来。算时间，催货电话下午就该打过去了，不出今晚，他会哭着求咱们高抬贵手。王老板，这全是用鱼虾喂出来的极品红心蛋，平时5毛钱1个呀，您今天怎么只给2毛？连饲料钱都不够啊！老陈头，行情不好，2毛钱1颗，爱卖不卖。怎么不服气？我告诉你们，在这方圆百里，除了我们老刘商行，没有第2辆车敢开进你们村收货。谁说没人收？这清水村的鸭蛋，我审计全包了。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沈大老板吗？怎么被我们刘总断了粮，狗急跳墙了？少在这里装大尾巴狼！你能收多少？100个还是200个？今天你们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算哪根葱？你要是敢把这批蛋拉走，我保证你的货车出不了这个村口。呸！谁敢动我们念念1根头发试试？王二麻子，你以为现在还是旧社会啊？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想打人？你们这群吸血鬼只会欺负老实人！今天有我们在，你们休想碰念念一下！王经理，法治社会，强买强卖可是要进局子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这段视频发相关部门，我倒要看看老刘商行的招牌够不够交这次的罚款。你狠，沈念，你别得意太早，咱们走着瞧。沈老板，您放心，咱们全村的蛋以后都紧着您先挑。沈念，我刚才说过，我审计点心铺不让你们受委屈，但同时我也绝对不收不合规矩的残次品。我出8毛钱买的不是你们的感激，而是绝对的标准。陈伯，您的鸭子养的确实好，这叫极品红心，但是太小了。第一，必须是透光红心；第二，单颗鸭蛋的重量必须在65克到70克之间。我的标准极其苛刻，送上我货车的每一筐蛋，我都会抽检。如果发现一个不达标的，不好意思，整筐退回。这就是8毛钱的代价。各位乡亲，这钱你们赚得了吗？沈老板，只要价格公道，别说称重，您就是要咱们给鸭蛋洗个澡，咱们也干。陈伯，这是定金，记住，规矩定下了就绝不能破。念念，我刚才算了一笔账，成本降了整整30%，还有面粉，直接去厂里拉，成本也降了20%。天哪！咱们不仅打破了封锁，做出来的点心品质反而变得更好了，这
这就是念念您说的降维打击吗？孙灿版那群老东西要是知道咱们不仅没断粮，反而省下了大几千块钱的成本，估计得当场气得吐血。只要斩断了人为的玄学和关系网，把一切交给数据和标准，利润自然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孙哥，出大事了！沈念那个臭丫头带着10几万现金，直接杀到了清水村。什么？鸭农们没把他轰出来？轰什么啊？他直接开出了8毛钱的天价收购，现在全村的鸭农都把他当成活菩萨供着。8毛钱？他疯了吗？蠢货！他这是直接越过了咱们，把咱们吃的那4毛钱回扣给让出去了。这个臭丫头！老孙，现在怎么办？大酒店的单子他要是真交上了，咱们在老街就彻底成笑话了。好，既然明面上搞不死他，那咱们就玩阴的。我给相关部门打个电话，就说我实名举报审计点心铺后厨脏乱差，并且大量违规使用劣质工业香精和过期猪油。明天早上大酒店来提货的时候，封条直接贴在他的脸上。沈老板在吗？3000盒高档蛋黄酥准备好了吗？我可提前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酒店接待的都是贵宾，要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有一点不达标，我可是要当场退货，并且永久拉黑的。张经理，您放心，绝无任何残次品，您可以随意开箱抽检。领导，就是这个黑心作坊，为了赶订单，偷偷使用过期猪油和劣质香精，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今天必须大义灭亲。沈老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居然敢拿劣质食品糊弄我们！哎呦，张经理啊，您可是躲过一劫呀！自从这个沈念接了班，为了抠利润，什么都敢往馅里塞。我们哥仨就是因为不肯跟他同流合污，昨晚才被他给赶出来的呀。是啊，那后厨里老鼠满地跑，苍蝇乱飞，那能吃吗？吃了是要出人命的呀！你是这家店的老板沈念吧？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怀疑你店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现在立刻停止所有的出货行为，我们要立刻对你的后厨进行合规检查。孙师傅，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不去当编剧真是屈才了。你被我开除，难道不是因为你企图用技术垄断，吃我的绝户，逼我交出股权吗？你放屁！少在这里转移话题。领导，您别听他狡辩，证据全在他的后厨里。孙老头，你血口喷人！我们念念对卫生要求严着呢，我们连切个面团都要洗20秒的手，你才是那个脏鬼！行了，都别吵了，有没有问题？进去看一眼就全清楚了。沈老板，请你立刻让开，我们要进去检查，查，必须狠狠的查。如果真查出问题，我不仅要退货，还要直接起诉你们审计。李科长，当然可以检查，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今天各位在我的后厨里找出了哪怕一点不合规，我沈念不仅立刻撕毁合同赔偿10万，我还主动把审计的100年招牌砸了。但是如果我的后厨没有任何问题，孙探版，到时候该接受检查的可就是你们了。好，查就查，老子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咱们直接进去抄他的底。走。哎呦喂，熏死人了！领导您快看，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不可能啊！昨晚还在连夜赶工，怎么可能收拾得这么干净？我的天，我一年要视察10几家5星级酒店的后厨，能把卫生做到这种程度的，一双手都数得过来。领导，这就是我审计的后厨，有人举报我们脏乱炸，您现在可以随便摸随便查，有一处不达标，算我沈念输。沈老板，光表面干净没用，食品安全查的是细节。原料库在哪儿？打开。对，查他的馅料，他把价格压得那么低，绝对是用劣质油。李科长，您闻闻就知道了。这是你们自己贴的效期签？报告李红豆沙，
生产时间今日凌晨2点，保质期12小时，报废时间今日下午2点05分，误差精确到分钟，只要过了点，不管剩多少，全部销毁。精确到小时和分钟的效期管理，这可是国际连锁快餐巨头才用的极高标准啊！你们一个老街的糕点铺，居然能执行的这么彻底？交叉感染，李科长，生鸭蛋上面全是细菌，他们这群村姑肯定是一边摸生蛋一边捏面皮。姓孙的，你少拿你那一套来衡量咱们。报告领导，切生的案板、刀具、筐子全都是蓝色的，处理熟食的全都是白色的，绝对不许越过地上的红色隔离线。只要从生食区走到熟食区，哪怕只走了1步，也必须用消毒液洗手。沈老板，我查过无数家老店，也查过无数星级餐厅，但像你这样能把食品安全标准拆解成死规定，还能让每一个员工都不折不扣地执行到极致的，你是头一个。各位街坊，审计点心铺不仅没有任何卫生问题，反而是一座教科书级别的无尘车间。下个月我要带全区所有的餐饮老板来审计参观学习。沈老板，我老张心服口服，我们酒店要跟审计签订全年的独家供货协议，以后酒店的伴手礼您全包。感谢张理的信任，审计一定保质保量。那个李科长，既然没问题，那我们哥仨就先回去了。站住！诬告陷害，扰乱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孙探板，你真以为我这扇门是你想进就进，想走就能走的吗？恶意举报，你们3个的性质极其恶劣，我马上通报区餐饮协会，从今天起，你们3个将被彻底拉黑。哼，3个满肚子坏水家伙，我回去就群发通知，我回去就给市里所有星级火店采购发通知，谁要是敢用你们这种毫无底线的劣质厨子，就是跟我海纳酒店作对。完了，全完了！30年的手艺啊，这下连个端盘子的活儿都没人敢要咱们了呀！念念，咱们现在生意好了，是不是可以把隔壁那间空铺子也盘下来，扩大生产啦？小梅，格局再打开一点。这间老街的破铺子早就配不上我们现在的 SO 标准了。市里最大的连锁商超集团百联广场刚刚给我发了入驻邀请，我们要进军市中心，开第1家标准化烘焙旗舰店。市中心大商场，天哪，咱们这群乡下打杂的也能进大商场做生意了。沈丫头啊，别怪老头子我泼你冷水，你用机器糊弄糊弄厂区和酒店就算了，真要开分店，你懂什么是中式点心的魂吗？做点心靠的是咱们老街这口甜水井，你离开这老窝，我敢打赌，你做出来的东西绝对变味儿。可是昨天隔壁老掌柜放的狠话，我这心里还是直打鼓啊。咱们现在跑到这大商场里，用的全是自来水，万一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水土不服，彻底变味了怎么办？老情水，张婶儿，你以为我花这30万只买了这几台烤箱吗？这叫 RO 反渗透多级净水与矿物质重组系统。我早就把老街那所谓甜水井里的水做过深度化验了，它之所以甜，只是因为水里的钙镁离子偏低。我已经把那口井水的各项微量元素数据分毫不差地输入了这台机器的芯片里。这台机器过滤出来的水和老街的井水味道一模一样。念念，你简直是神仙，水都能用数字造出来，咱们还有什么好怕的？今天商场周末大促，外面有2万客流。小梅、张婶儿，换无尘服。投药，开机。是。水油皮比例定型，净水系统矿物质重组启动，履带速度调至每分钟0.5米，准备迎接第1批成品。念念，出炉倒计时最后10秒，这可是咱们离开老街的第1炉啊！哼，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咱们就等着看她这开业第1炉怎么倒进街坊们的胃口。老掌柜说的对，
他这大商场里的点心就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工业垃圾，只要顾客一尝，这招牌立刻就得砸。出炉啦！哇，好香啊！这是什么神仙味道？比那些外国牌子的黄油面包还要香100倍。这香味儿怎么这么像老街那家百年审计的味道？不对，好像比以前还要纯正，连一点杂味都没有。既然老掌柜和孙师傅特意大老远跑来指导，这第一口老味道，理如由你们先来品鉴。好，老子今天就当众尝尝，你这流水线造出来的到底是个什么馊味儿？这水，这面，这老味道的魂，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们口中的魂，不过是特定矿物质比例在味蕾上的化学反应。我早就把老井水化验成了精密的数据，在我的流水线里，老味道不仅没有死，反而得到了永生。不可能！我苦练了30年的手感，凭什么你就能做出跟我一样的味道？凭什么？就凭时代变了，就凭做食品是给老百姓吃的，不是给你们这些老手艺人拿来摆谱，拿来要挟老板，拿来吃回扣的筹码。说得好！老板，给我来10盒，就冲这卫生标准和这味道，以后我家的早点全包圆了。给我拿5盒蛋黄酥！快！老孙，咱们输了，咱们以后在餐饮界真的连口汤都喝不上了吗？放屁！咱们还没输，那些吃惯了手工的老主簿照样不认他。老赵昨天已经把他的棺材本拿出来了，他不是搞机器吗？咱们就主打纯手工古法制作，就凭咱们哥仨30年的手艺，会斗不过他那几台破电脑。老钱，你这调的是什么狗屁馅儿？一捏全散了，面皮根本包不住，全漏了。放你娘的屁！老子的配方干了30年，什么时候出过错？明明是你今天和面的水温不对，面筋全死了，你怪我的馅儿。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老孙切的面，一个大一个小，老钱的馅儿有的齁甜，有的连糖味儿都没有。同一炉出来的东西，大的里面还是生的，小的已经烤成了焦炭，这让我怎么看火候？完了，3000盒的单子，咱们连1000盒合格的都凑不出来。这批极品原材料可是咱们贷款买回来的，如果今天交不上货，违约金和放贷的能把咱们哥仨的皮给包了。那现在怎么办？时间来不及了，要不咱们挑一挑，把烤糊的扒拉掉，把露馅的翻个面藏在底儿下，凑合装盒。对，只能这样了。包装盒咱们花了大价钱，印得极其高档，只要包装镇得住场子，糊弄过去这一关，咱们拿到尾款就立刻还账。刘主任，您要的3000盒纯手工古法糕点，我们哥仨连夜给您赶出来了。您看看这包装多大气，绝对配得上咱们文化节的牌面。哟，这不是沈大老板吗？怎么你也敢拿到这非遗文化节上来丢人现眼？刘主任，您可得擦亮眼睛，他那全是工业垃圾，根本没有咱们老祖宗手艺的灵魂。刘主任，这是审计送展的样品，各项成分数据、无菌检测报告全在上面，请您指正。孙师傅，既然你们主打纯手工老手艺，那我就更得严把质量关了。开箱，我随机抽检2盒，没有一个热气，反而一股右眼可见。这就是你跟我拍着胸脯保证的纯手工高端货，大小不一，烤焦露馅儿。你是在打我的脸，还是在砸我们整个市的招牌？刘主任，您听我解释，这是纯手工的正常误差呀。纯手工不代表粗制滥造，误差更不是你不懂装懂、毫无标准的借口。刘主任，
真正的手艺是对食材和火候极其严苛的把控，而他们打着传统的幌子，拒绝称重，拒绝测温，全凭盲目的自信去瞎糊弄，这是对非遗文化这4个字最大的侮辱。不用解释了，这批货全部拒收。孙案板，你们这种毫无底线、粗制滥造的作坊，根本不配在餐饮界立足，合同作废，准备迎接违约起诉吧。姓孙的，都怪你！要不是你非要拉着我们出来单干，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赔我的棺材本儿！你放屁！是你调的馅儿全漏了，是老赵看错了火候，凭什么怪我一个人？要死，大家一起死！完了，全完了！走吧。30年的名声不仅毁于一旦，下半辈子还要背着几10万的债呀！这里已经没有我们需要关注的对手了。时代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几只螳螂的阻挡而停下。孙师傅，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商场后勤通道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的。小梅，不，梅主管，麻烦你帮我们跟沈老板通报一声，就说老孙他们3个来认错了，赵主炉求他出来见一面吧。孙师傅、钱师傅、赵师傅，50万的巨额违约金，加上30万的高利贷。沈老板，我们错了，我们真是瞎了狗眼，不知天高地厚啊！现在作坊被查封了，贷款也还不上，我们是真的走投无路，连饭都吃不上了。念念，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求求您赏我们一口饭吃吧。我们要求不高，只要给我们开个基本底薪，能让我们慢慢还柴就行。是啊，念念，您这店面开得这么大，生意这么好，给您打下手，揉个面、看个火什么的，肯定比那些新招来的学徒强啊。揉面、看火，赵师傅，我的店里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凭感觉的经验操作。我这间后厨里只有数据和死板的规矩，没有需要供着的经验大爷。那我们还能干什么？看看那本手册上的字，你们想在审计混口饭吃，想赚钱还债，可以，但我这里只缺一种人，洗盘子、刷烤箱的保洁员。沈念，你这是杀人诛心！我们好歹也是……闭嘴！好，我们洗，只要能有口饭吃，别说洗盘子，就是让我们刷厕所，我们也干。小梅，现在你是生产主管，这3个新来的保洁员交给你带了。念念，我带他们。对，你带，教他们什么叫现代化的清洁标准。在审计，没有论资败走的师傅。孙师傅、钱师傅、赵师傅，既然念念收留了你们，那咱们就得按规矩来。你们以前那一套拿抹布随便擦的脏习惯，在这里绝对行不通。在审计少一道工序或者时间差1秒，重写。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梅主管。去后勤处领白色的防水围裙和手套，换好衣服，立刻上岗。1号清洗槽，开工。25点0克，合格。下一盘。照规矩干，确实出不了错。关中了。沈总您好，这里是省餐饮行业协会秘书处。下周3，省里将举办1年1度的全省现代餐饮高峰论坛。鉴于审计这1年来的爆炸式增长和极具颠覆性的标准化模式，协会想正式邀请您作为本次大会唯一的女企业家代表上台做标杆发言。谢谢协会的认可，我会准时出席。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次高峰论坛唯一的女企业家代表、审计标准化点心品牌的创始人沈念女士上台致辞。沈总，在您发言之前，老朽有句话不吐不快。您用机器代替手工，用1年时间把一家老铺做成标准化连锁，扩张速度确实令人佩服。但作为老一辈的手艺人，我认为您做出来的东西，充其量只是没有灵魂的工业快餐。中式糕点的魂，在师傅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上，在对于火候多1分则焦，少1分则生的玄妙感悟中，您用冰冷电脑去抹杀手艺人的价值，这叫破坏行业规矩，算什么标杆？王会长，您提到了魂，那么请问什么是魂？这
是我父亲临终前留下的手稿。他用3年时间，拖着病体在后厨的角落里，拿着秒表和克温昌，把店里3位老资格大厨所谓的玄妙感悟，一笔一画地测量成了枯燥的数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那些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手感，那些被师傅们藏着掖着的秘方，根本不是什么点心的魂，那是他们为了垄断后厨，为了吃回扣，为了拿捏老板和学徒而故意制造的技术壁垒。你们把火候的失控包装成手工的差异，你们把凭借心情乱加调料，美其名曰厨师的灵感。当你们把品质的稳定性寄托在某一个人的心情好坏上时，这是对消费者的极其不负责任。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数据是老一辈手艺人千锤百炼后留下的最诚实的结晶。我们不是在抹杀传统，我们是在用现代科技让传统手艺实现绝对的永生。舌尖上的味道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玄学，是面团在特定温度下膨胀的物理反应，是糖分和油脂在美拉德反应下的化学结合，精准、稳定、透明，这就是现代商业的最高道德。曾经，我的后厨里也有几个把持着命脉的经验大爷，对那些起早贪黑洗盘子的女工们呼来喝去，说她们一辈子只有洗厕所的命。但我偏不信这个邪，我用几10块钱的电子秤和严苛的 SOP 标准，砸碎了那座压在他们头顶的技术高山。今天坐在你们面前的这几位女士，曾经是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洗碗小妹，但现在她们是审计标准化体系里最可靠的骨干。她们靠自己的手和对规矩的绝对执行咒力，拿回了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尊严。用数据代替摸索，用透明代替藏私，让最普通的劳动者也能靠遵守规矩，体面的、骄傲的站着赚钱。